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苹果宣布与银行合作，允许银行通过 Apple Pay 提供先买后付服务和使用卡奖励支付，还将支持第三方浏览器使用 Apple Pay 通过网络购物。接下来，储蓄者注意，2024年利率将持续走高，美联储本周将利率维持在23年高位，同时将今年降息预期从3次减少到1次。对于短期储蓄者来说，高利率无疑是个好消息。Bankrate.com 首席金融分析师格雷格·麦克布莱德表示，储蓄账户、货币市场和定期存款的最高收益率远超通胀率。接下来，福特汽车在美国销量强劲增长 11%， 得益于混合动力汽车销量大幅增长。尽管电动汽车销售放缓，福特仍然看好电动汽车，认为增长并非立竿见影，而是循序渐进。接下来这条，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沃帕卡市、苏珊、埃兰特的托儿所因人员短缺和低工资而被迫关闭。托儿费用高昂，但运营费用也难以负担，导致员工流失率高。托儿行业正面临全国性的危机，对家长和提供者造成压力。接下来，新法案允许将学生贷款还款计入退休计划匹配公款，帮助还款学生贷款的雇员同时为退休储蓄，雇员无需再在两者中做出选择，可同时进行。此举可帮助刚步入职场的毕业生缓解财务压力。接下来这条，英国能源部长推广氢能，但业内专家对氢能在重型机械领域的应用持怀疑态度。氢能成本高，运输和安全问题成为主要障碍。专家表示，氯氢的实际应用场景比之前预期更有限，仅限于化肥、食品、航空和钢铁等难以减排的行业。接下来，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显示，美国在消除性别差距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排名第43位。全球性别差距变化缓慢，完全消除差距需要134年。让我们关注，尽管美联储警告利率将长期维持高位，但资金流向了受益于低借贷成本的股票，如科技股。这表明市场认为通胀和劳动力市场状况不会给美联储今年多次降息留出空间。接下来，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驳斥了普京提出的乌克兰停火提议，认为这是宣传。7国集团峰会达成协议，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该贷款将由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可能还有日本提供。接下来，经过84年，一支爱沙尼亚潜水队终于在波罗的海发现了2战期间被苏联轰炸机击落的芬兰客机残骸，解开了沉船之谜。此次发现为芬兰复杂的2战历史提供了新线索。接下来这条，加密初创公司自行业成立以来已筹集到约1000亿美元的风投资金。最近的投资热潮与比特币和其他主要代币的反弹相吻合。下面这条，全球多个城市房价飙升，导致购房负担过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部分城市被评为极度不可负担，香港为全球最难负担城市，但房价略有下降。让我们关注，亚洲美元债今年以来表现优于其他债券，预计将持续走高。中国债从历史低点反弹，推动了其优异表现，原因是中国政府大力支持房地产市场走出前所未有的低迷。尽管许多国家的央行仍不愿降息，但全球范围内的债券今年以来表现一路上扬，亚洲高收益美元债券尤其如此。接下来，亚马逊 Prime Video 的广告支持计划对 Netflix 的广告收入造成了巨大冲击。为了应对竞争， Netflix 被迫降低广告费并推出新产品，如产品植入。最后为您播报的是，全球央行对加入全球降息周期持谨慎态度。本周，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将公布一系列决策，可能表明他们仍未对通胀缓解情况有足够信心而自行降息。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